然，自身不安的绝望，燃放天地光芒，护送温暖过岸，点亮来日的春意盎然。相思而有说宁哥怎么长矮一点儿？怎么长矮一点儿？你这个大家都在想长高，你为什么想要长矮呢？你有点狂妄了啊！长矮一点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年龄啊，你要在发育过程当中，你想长矮一点，那你就去做一些力量训练。你做一些力量训练，就是比如说你健身呐、做一些大重量的东西，让你的肌肉就是稍微就是发育的强大一些，它就会保护你的骨骼嘛，保护你的关节，然后它就会稍微微让你就是这个长得会那个什么一点啊，长得会那个就是会慢一点。这第一，第二是啥呢？就是你增加你的骨密度之后，你可能就长得就会慢一点。比如说你看基本练武术的人，或者是练举重的，对吧？像这种人就是他骨密度要很高嘛，所以你就是会阻止一些你的这个骨骼生长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有朋友，那你怎么不练？我是想长高的，我想长高，因为那个啥，那个咱家有很多老朋友知道，因为我妈家那边就我妈的弟弟嘛，我们叫舅舅嘛。我有2个舅舅，然后他们的那个身高都很矮啊，他们就都很矮。然后当时小的时候呢，我奶奶就跟我说你可千万别像你舅那个个啊。当然在这里没有拉踩我舅的意思啊。我说这个逻辑，我奶奶就是从小就跟我说，你千万别长你舅那个个啊，那不完了吗？就是意思。结果就一不小心啊，就是长这么高。我说没事，我跟我奶我说你放心吧，我肯定那个什么，肯定长可高了。以后我得长2.3米，我每天在动物园里，然后被关进笼子里，大家来看我的时候就跟看猴一样，我还得收费呢。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小的时候就跟我奶说这个话。无奈过颓丧中的年月啊，时间煎熬那面孔，人气的、压抑的、以后的幻想里动荡变化。没想到这个2.3米没实现，但看我收费这件事好像是实现了一半。比如说看我演唱会要收费了。灵魂的枷锁，镣铐着事情，华丽为了都一幕为马，为心存相互挣扎，来细数混沌展开的花。任风雨中山河的浪潮。宁哥今年还有演唱会吗？不一定啊，演唱会不一定有的。然后，但是这个有可能会有，有可能没有啊。今年如果就是话放在这儿啊，如果今年没有的话，那就是明年年初就有，就是这样的。我那天也跟他们商量了一下，也不一定啊，不一定演唱会。席卷爱恨纷扰里喧嚣。相思而生的日光，手指的、焦灼的。有朋友说宁哥啊，眼睛怎么变大？你说调侃我啊？你来问我眼睛怎么变大？就好像你去医院治脱发，那个大夫头发比你都少，你有点这个感觉，你有点。眼睛怎么变大？割双眼皮去啊！嘎双眼皮，拉双眼皮去，眼睛会变大一些。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可以帮助你的。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拍照的时候开美颜，把美颜那个大眼特效给拉大一点。有朋友刚刚问了个问题，说这是刘宇宁直播啊，正是在下。这你来对了，没走错，正好是刘宇宁在直播，那刘宇宁就是我正在直播。你是感觉就是有点就是不太像是吗？
见煎熬那面孔，人气的压抑了以后呢，幻想里动荡变化，灵魂的压缩，要靠着深情，把你为劳动以梦为梦。不相信赶上了，这有啥不敢相信的？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啊，我就是咱们就是那种见一面好像很难那种，不存在，想见随时见。啊，想见我朋友，比如说那个你见其他艺人可能就是会有点难，但是你见我的话很简单，你就到我微博给我留言，你说刘宇宁我想见你，我就呱我就上来播了。啊，就是这么便宜啊。相互挣扎，来细数混沌盛开的花。这不是欢迎一下。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所有来到我直播间的这些好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直播且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谢谢各位啦。有人说瞎说，等你45天，我说干活嘛。啊，不是干活嘛，以前就是拍戏的时候戏份少，有的时候就可以多播一会儿，但现在就可能接的都是一些相对戏多的这种戏，然后呢，有的时候拍了一天呢，我也没有什么状态上来播，然后赶紧背第二天的词儿，然后那个啥调整状态，好好休息休息。我得保证那个我这个拍的戏嘛，对吧？嗯。所以就是理解。无心半夜收，被乌云笼罩，随空气流窜。杀青也不播，我说杀青不还有一顿工作吗？杀青我把这个，因为拍戏的时候基本也没有假期什么的了，然后呢我就杀青之后把该完成的工作完成一下，而且我也不是说就是一个机器人就一直得工作，我也得稍微缓一下，因为连拍我确实有点这个心理压力有点大。因为剧组拍戏有剧组的压力。然后也有别的压力，然后你得让我缓一下嘛。我也不是说就是一个机器人，因为我基本也不咋休息。可以说一下开推吗？可以说呀，为啥不能说呢？就是有啥要说啥呢？开推就挺好玩的，挺好玩的，挺开心的啊！这次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啊，也不算新朋友吧。都见过除了张凌赫是算是第一次见，然后呢，第一次正式见嘛之前也碰到过，然后但是就是没有打招呼嘛，然后这一次也算认识了，然后这次迅哥以前跟他录综艺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录过，也跟迅哥王迅老师也认识，然后白宇就上一季我们一块儿录的嘛，就很熟了嘛，周柯宇也是，然后热巴呢我跟热巴也算三搭了吧。算三搭哈，然后那个第一次长歌行嘛，不跟他一块拍的嘛，然后安乐传嘛，然后这不就综艺嘛，三搭。有朋友说张凌赫帅吗？很帅，真的很帅啊，长得很好看的。对，我觉得就是这帮小伙都长得，你看我就是特别，我看到这些小伙我都特别的羡慕啊。人家第一是长得又帅，个又高，最关键是年龄还小。人在这个年纪就可以达到这种造诣，那未来就是前途不可限量啊，对吧？包括柯宇，就是反正就是就很帅的，都很帅啊。I bet 爱你还不懂为什么无语。有朋友说刘宇宁帅吗？我那个当然是一般，
啊，我当然是一般啊。滚出去！我像下坠的铅球，而且没有人能阻力。Go baby go！ 当然是这样的，其实是就是我在很多粉丝嘛，很多粉丝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在你们眼里可能就是最棒的，就跟自己家孩子一样。就是跟自己家孩子一样，就像很多家长自己家孩子长得可丑了，他也觉得他是一个宝贝嘛。就是你们看我也是一个道理，你就看我就跟自己家孩子一样，就觉得怎么都好，哪都好啊。前两天呢，我听说，我才知道一个词叫做乳追，乳追粉儿啊。乳是什么呢？乳是哪个字呢？是侮辱的辱，追呢是追星的追。乳追粉，我当时是啥意思？乳追是啥意思？于是乎呢，我就去补了个课啊，因为我对这种新鲜词都比较那个啥，比较这个好奇。乳追粉，哎，有朋友打到公屏上了这俩字，乳追。但是我虽然没有看懂，但是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辱骂式追星啊。辱骂式追星，就是好像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这个翻译的对不对啊？但大旗概的意思就是形容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人是你的粉丝，但是他天天骂你。就比如说，你看刘宇宁，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个胖子，你看你那个脸胖的，你还当艺人呢，真是臭不要脸。我们作为你的粉丝都跟着你丢人啊！你看看你的业务能力，你看看你的台词。你看你同期的人都在干什么？你看你在干什么？天天也不直播，这种的，啊，我追你了5年，你还不求上进，就是这种辱骂式追星。你说他是不是你的粉呢？是，啊，但咱家确实没有多少，咱家你说没有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还是有一点的，有那么一个两个的。但是我希望咱别这样啊，没必要。你要那么觉得我不行，咱就算了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我对我自己的形容是什么呢？我有一点这个遭黑体质，是有一点遭黑体质的。因为总有人会，就是我不是说自己多优秀，我肯定是不优秀，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会放大我的不优秀，然后来这个贬低我也好，或者是逞一时之快也好，或者是让他自己开心也好，都可以，无所谓。但是问题是啥呢？问题是。已经有一些人在骂我了，咱们自己家人就别骂了，好不好？咱们讲究一个鼓励式追星，啊，就是刘宇宁你最棒，我谢谢各位了，好不好？要不就是容易什么呢？容易就是我有一天就回头，比如说我被这个也不能说被黑了吧，就被瞧不起了之后，我想是回咱们这个粉丝群里去获得一些正能量，结果发现我粉丝群里也有人骂我。那我就纯就崩溃了，啊！我怕没说完话，我怕有那会太大一样。Some say 人不在手上，抓不住的放眼。咱们来个，有朋友说那叫鼓追粉，鼓追是打鼓的鼓，鼓励式追星的粉丝是吧？啊。好吧，我们的默契程度只要双都不用加的，你心里突然有沙门冷冰冰的状态拉满，眼睛已经看不清。还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相对来说啊，直播的就是当然虽然不敢现在做直播次数多啊，但是相对来说，就总能跟你们直播唠唠嗑嘛。啊，因为你们在公屏打字我也能看到，然后呢，我就会及时的反馈你们大家对我一些想法呀，或者对我一些鼓励和要求啊，我都会实时的，就是会那个什么啊，会得到反馈，所以就还好，因为咱们是有沟通的。有些事儿我比如说我不希望你们去做的事儿，我都可以直接跟你们沟通，或者你们希望我努力的地方，你们也会在直播当中告诉我，啊，其实都是这样的，
像是在那一阵儿，你消失在 anywhere， 好像在说都是还你的，也不过是我玩你的，不要和那些男人攀比了，也让我向前看，不要纠结为什么你是叛逆的，看不惯了就换一个，不管是谁有一个算一个。I know same fate， 天下乌鸦一般黑，我的眼里面装了一专柜，而且早已经刻进了 DNA。有空来看看我，已经被冷落了一身灰，反正也不一定般配，何必喜极必生悲？是你的滚烫眼，像我的滚烫眼，此刻我的房间空旷的如同荒野。我很失望 ，but still tell me that。我说宁哥，你别减肥了，你已经很瘦了，你不要 PUA 我。我是一个这个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所以该减还是得减嘛。因为确实你知道吗？就是你现在放纵了，你等剧播的时候被人这个辱骂的时候，不是也不是辱骂啊，对不起，我现在说话得严谨一点。那个被人说实话的时候，你会自己后悔的嘛。所以就尽量就是瘦一点嘛，瘦一点总比这个瘦一点显得精神一点嘛，总比那个胖胖的好看嘛。但是我这人比较就是吃亏的原因是我眼睛比较小，所以就眼睛小呢，面部留白就会比较大，然后呢会导致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很胖，但其实还好，因为我毕竟身高在这儿。但是呢，问题是这个它不能总拍全景啊。比如说我脸或者我的头的比例呢，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你要拍整体的身高，看起来就还行，你不会觉得你脸大或者是觉得你胖。但是如果一拍半身或者是特写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就因为你只有一张脸了嘛，你看不到你的身体的比例嘛，所以就会因为我确实长得也不是，所以我也不是说长得精致的那种人，所以讲究的是个氛围，还是得瘦一点啊，看起来干练一些。最终结局都要离别，只是迟早，为何不早一点？这样两个人的痛苦可能也会少一些。就好像很快就过期的消费券，就好像平行时没有交汇点。我也不想发现你超会骗，如果不是当时你抛媚眼。Truthfully, I bet 你也不懂我为什么无语。Standing right here， 你说讲的那还不如滚出去。我想下坠的前戳，却没有任何阻力。地林脸上有肉，地林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拍戏真的是得积累经验，各方面的经验啊，各方面的经验，就是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院校那个学表演的嘛，我当然我唱歌也没学过啊，就是反正就是你得，但是很多东西就是它有一点是一定是对的，就是熟能生巧。就你把一件事做10000遍，它一定会做出一些效果的。所以就是我也陆陆续续拍了这么多戏了，然后呢，一定会有一些进步吧，或者是当然我的进步不是我自己说，但是我内心我知道我明白了什么。就是你有时候拍着拍着你就明白了一些东西，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你又不好把它具象化，然后我也不敢在直播间跟你们分享我的感受，因为分享之后人就会觉得因为觉得你很装啊。觉得你很装，所以我就也不去分享我明白了什么啊，然后就是，但是呢，就是地理呢对我来说那个时候确实也不太懂啊，但是你拍摄过程当中你会懂很多。第一，包括什么呢？无论是从服装、服化道，你会越来越懂，你会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啊，什么是这个糊弄你，什么是这个用心的对你，包括那个发套，包括你那个古装戏粘的那个发套嘛，什么样的发型适合你。但也不是糊弄你，就是什么样的发型，它这个头发梳成什么样是适合你脸型的，然后妆造啊，这个头套贴多高多低，它是适合你的这个脸型的，然后包括那个你有鬓角和没鬓角，鬓角长短或者后面的披发的长短，包括上面的髻的位置是在正的还是说稍稍往后，就所有的东西你都在这个你的拍摄或者是经验过程当中，你陆陆续续你就会有一些你就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你自己是知道什么是好看的嘛，或者你习惯什么样啊，
有人说柯导来了，我们都叫邓导，或者是邓柯导演。你们叫柯导啊，柯导啊，就是形容他的剧，他拍的剧很容易磕到了，是吧？所以你们叫他柯导啊，磕到了啊。欢迎导演啊，欢迎啊。是啊，有朋友真的会捧啊，就是咱家朋友讲究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咱家朋友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体面啊。一般就是像这种导演来了，大家都会第一是欢迎，第二呢，都是我跟你讲特别厉害，就是很会人情世故这一块。第一是打招呼欢迎啊，热烈欢迎，就是觉得很欢迎他。第二是什么呢？肯定他的作品。说雨凤行，我看有朋友在刷雨凤行真好看，雨凤行真好看。以后咱们就是这个保持这种传统啊，就是凡是有导演来了，就是你要先去搜导演有什么作品，先欢迎他，然后说我看过你什么戏啊。这是纯的一个人情世故。一般比如说我跟谁合作，或者是今天我见的这个人，我不太了解他。我提前都会上网做一些功课，比如说我明天要见一个演员，然后呢，我要去看他演过什么戏，啊，比如说我跟他一块录综艺啊，我就会先看他演过什么戏，近期在上映什么啊，近期上映的是什么，然后大家对他的反馈是什么 ？OK， 好，第二天见到他，哎，我最近在看你的戏啊，演的真不错啊，不错，那个就是那个是吧？对，还有你3年前那部戏，我觉得演的也不错，那个时候虽然这个很稚嫩，但是你演的真的挺好的，而且里边好帅啊。但其实我基本也就是没太看过，但是你想要跟人成为朋友，你一定得做点功课嘛，啊。邓导没打什么字吧？因为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直播的时候打字特别滚动特别快，所以看不太清楚。然后那个什么，如果那个邓导你要有事儿，你微信跟我说啊，有事儿微信跟我说。没事你就瞎留档路过也无所谓了啊。刚才那个雨风行已经宣传完了，当然也不需要我的宣传，我当然也是属于就是刚才我说大家没事儿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雨凤行，我自然也是。啊，走了啊，没事啊，他就估计是溜达点进来看一眼，说刘宁的直播间瞅一眼。那前一阵我回北京的时候，我们联系了一下。有朋友说，雨凤行真好看，有人走了都，说晚了。以后记住了，朋友们，一定第一时间啊！你只要发现了他来了，你马上你们就嘎就刷上。咱别的不说，你说他们不对刘宇宁的粉丝，比如说导演也好，制片人也好，这起码对刘宇宁的粉丝有一个好印象嘛，对吧？他以后有什么活能想到我。你当在这个任何行业生存都很难，朋友们。任何行业，无论什么行业，你去公司上班也好，或者在这个圈子里混也好，或者在某一个环境里生存也好，你这些东西你都得知道啊。夜半不解放弃，心愿不做冷静，夜色更难分明，一丝一口朦胧了倒影，你背影那出巡。愁眉提妆难平，如烟着望眼飞鸟，随风乱了序。他人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对我的评价说，哎，刘宇宁这个人很懂人情世故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是并不懂的，而且我是很厌恶的。啊，年轻时候年少轻狂的时候很厌恶这些东西，就是你知道吗？就觉得我犯得着吗？我用得上吗？或者是比如说我到什么场合去见了一些，比如说所谓的这个比我厉害的人啊，我基本也不跟人说话，我就在那待着，你不理我，我绝对不会理你的，我绝对不会搭理你。我也觉得就是干嘛呀，犯不上吧，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干嘛你厉害就厉害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会这样，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有性格，我那时候会认为是自己哇，我好有性格，我就这性格，哎，你愿意跟我交往就交往，你不愿意跟我交往，我们就成为不了朋友。我以前那个时候是走这个路线的，但是随着你这个人生往下走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会人情世故的人，就稍微会什么呢？你的路就会相对顺一些。这个是非常，因为你会发现，比如说你在上学的时候，你班有那种非常会，我这个词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叫舔白，啊，舔白你，就是那个，就是你在上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同学非常会舔白老师，就是比如舔白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舔白也是我们东北话，他的意思就是奉承和恭维，然后加上一种放低自己身份的一个这个元素在里面，舔白。也不算舔吧，舔就是可能是太直白了，舔白就是说，比如说，哎，老师你今天这个衣服穿得真好看啊，这种词语就叫做舔白。啊，老师你这上课我们都可爱上你的课了，像这种就是类似拍马屁这个逻辑，就会来事儿啊。其实你会发现你班会来事儿的这些同学呢，他们在班级里呢都混得很好，要不就是你知道吧？所以你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以后在那个现实当中工作当中是什么样的，其实在工作当中也是需要这样的，倒也不是说你放低自己的身份，而是会让你的发展更好，因为谁都爱听好话嘛，对吧？谁都爱听鼓励的话。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朋友，你说哎你最近变漂亮了，或者你最近变瘦了，比如说他比较纠结自己的身材，你就会最近好像瘦了一些啊，你这气色真不错，像这种的并不会影响你的这个人格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往往这一句话会，你温暖的对待别人，去称赞别人，你也会获得温暖，就是这样的嘛。所以就感觉你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事儿，然后让你的路或者是在一个环境当中生存的更容易一些。谁都喜欢听称赞的话，这个谁都一样啊。当然也是不能说我们就是虚伪的称赞，那个跟虚伪没关系，只是说你尝试改变自己，尝试带给别人温暖，尝试带给别人笑容，或者是称赞，你也会变得积极向上的，就是这样的啊。就像有朋友说，宁哥我社恐怎么办？我讨厌跟别人打交道。是打个比方，我觉得就是没给你逼到份上，我也很社恐，而且我非常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就是打个比方，你这个东西就你必须得强迫自己去做，你才能获得机会，或者是获得你更好的未来，或者你想要的东西。那如果你这个想要的东西急迫于怎么说呢，就非常想得到，大于了你社恐，或者是大于了你的羞涩，那你就会去做这件事儿。如果你觉得它不值得，那你就保持你的社恐也 OK 啊。这个东西很多是天生的，但是也能练出来的。像我以前的口才非常的差，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成长环境造成的，我很不喜欢跟人沟通，我很自闭，我像个自闭的小孩。然后呢，我就也不喜欢跟人沟通，然后呢，总觉得不自信，唯唯诺诺的。然后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强过别人的东西，然后也包括家庭条件也不好，所以导致就让我自己就是很怯懦，就做什么事很怯懦。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是，你看我现在，你感觉宁哥好像张牙舞爪的，这全都是练出来的，你得逼自己嘛，是逼自己的。点得烛火为谁明？只可惜落花流水无情。有人在轻轻圆着墙，灯烛上月微亮，梨花自远带着雨，数点红如白茫茫。船儿轻轻跟着花摇一下。对，你刚刚有朋友说的很对，说你先开始尝试与人沟通，或者是社恐的朋友，你先尝试与人沟通。当你获得好的东西的反馈，你就会越来越自信，就这样吗？
所以我直播的时候一点不怯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面前，第一是我面前没有人，我面前没有人。你们虽然都在，也是拿着手机在给我打字，然后在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呢，但是我现在面前没有人，然后我就会把你们，我会给自己假想一个环境出来，就比如说我眼前全都是观众，眼前全是观众，当然不是把你们想成白菜，而是都是人，但这些人呢都是。第一是为我而来，第二是呢都是你的朋友，所以你在你朋友面前就不会怯场了，啊，可能在场现在咱们直播间有很多是路人也好，或者是也有一些黑粉蹲着我的直播，看看我说话有什么漏洞，然后截屏出去，然后那个去那个嘲讽我，是有这样的人，但是呢，在此时此刻，我为什么如此的积极，如此的放松？就是我设想成所有哪怕有黑粉，我也把他就是幻想成是喜欢我的人。哪怕不喜欢我，但不讨厌我的人，啊，所以我就会比较在直播的时候是相对放松的。飘飘荡荡肆意无常。隔江遥盼那城楼，琵琶声慢慢悠悠，指尖留不住温柔。你若弹起无人听。有朋友说，我妈说你话挺多的，我妈说你话挺多的。我就是直播这个东西就得逼自己一直说话嘛，也不能说一直说话，你不能就是直播最怕的是什么？是冷场。哪怕有停顿也无所谓，但是不要冷场。然后你哪怕那个停顿呢，你一定要用下一个话题把这个停顿抹去，会让你觉得这一场直播很紧凑。这跟演戏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你要注重节奏感，直播也是有节奏的，说话也是有节奏的。这句话我没想好，我就先不说，但回头怎么再说出来之后把这个节奏接上。所以我并不是说我话挺多，我话非常少，但是我为什么直播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句？我怕冷场啊。对，让你觉得，让你的抓住你的注意力，要一直在这个直播间 hold 住你。烛火为谁明？只可惜落花流水无情。有人在寂静跟着唱，忍住伤越为凉。梨花自然带着雨，数点后入白茫茫。船儿轻轻跟着花。有朋友唱个温柔的歌吧，我看刚才有朋友在公屏中发了一句：“你到底能不能唱歌了？能不能唱了？说差不多了吧？”那个，不肯出去，说你呢，不肯出去，该你的，唱一个啊。开玩笑啊，开玩笑啊！来个什么？来个温柔点歌吧，因为我没什么劲儿，我现在确实没吃饭，我没什么劲儿。然后那个唱一个温柔一点的吧。唐人啊，唐人我唱不了，原因是因为之前是啥呢？之前是他们那个我乐队大飞阿卓他们在，他们给我伴奏嘛。一如昨日烛火般眼中相随，哪有他人不懂得陶醉？我孤中你窈窕，岸上有阴辉。
我不知道能不能唱得动了啊，我试一下。哇，这个伴奏啊，这伴奏是做的，我听着这个。哪有旁人不懂得陶醉？我孤舟你窈窕，岸上有阴晦，一踏万里与谁相随？你穿错了嫁妆，怎能有快乐？再上一层胭脂也不美。一声戛然而止，庭前的鞭炮，恍然童女花把心作废。创造伤悲，谁都可以彻底忘记谁。你说过往不及回首，别后悔了才会想方设法要把你追回。你说孤独是诗人应该具有的体会，写歌的人就该有伤悲。我点一次烛火，一时泛滥了思念，写首小调，名字叫后悔。穿错了嫁妆，怎能有快乐？再上一层胭脂也芳美。一声戛然而止，庭前的鞭炮，妄想同你花把心作废。你说不要自作自受，自己创造伤悲，谁都可以彻底忘记谁。你说过往不及回首，别后悔了才会想方设法要把你追回。你说孤独是诗人应该具有的体会，写歌的人就该有伤悲。我点一丝烛火，一丝泛滥了思念，写首小调，名字叫后悔。谁都可以彻底忘记谁。想方设法要把你追回。写歌的人就该有伤悲。写首小调，名字叫后悔。卡了，有朋友这回是真卡了，你什么意思？这回真卡了，也就意味着上一回是假卡吗？什么意思？估计是刚才卡了一下啊，没事儿，很正常。网络这个东西吧，它就会不太稳定。真卡了啊！现在不好了吗？好了，别怕，别刷了啊，没事儿啊。有朋友说哥又来直播了，是啊，我本来就是说，本来也是想来直播的，结果再加上我的粉丝这帮朋友天天各种平台呼唤我，导致我就是得播一会儿啊。
再不播炸锅了啊！再不播，我这帮粉丝都变成乳锥粉了。快乐是什么颜色？可能小时候才有体会的资格。人类的游戏规则是孤独的，追寻下个未知的角色。有时我不想活了，但我觉得该死的另有其人。这世界扰扰纷纷，我还等着体会每个清晨与夜深。有人说不至于，才不会呢，那不能。我知道，我开玩笑。我开玩笑的，知道不会，那不至于。迪士尼 vlog 什么时候放？我得做剪几天吧。不着急。把我厌恶的所有变成闪耀的火球，照亮一整个宇宙。小猫小狗煎饼果子，亲人和朋友，爱我爱的所有。等到世界毁灭了，我牵着你们的手，一起去带动，哪怕真的很空。有没有放奉上啊？放一下。45天有多难熬，你知道吗？也还好吧，也还好，因为我西风起鸣突如常，独自闯，未安常。有朋友说本来说晒你5分钟，我好像看到了，有人截图说，如果宁哥下次直播啊，朋友们，咱们这样式，咱们就5分钟不跟他说话，然后呢，让他有一种就是感觉自己卡了的一个错觉，啊，咱就5分钟不说话，让他感觉卡了，一直在调设备，结果他被我们耍了，想用这种举动来报复我，啊。烽火映霜天，血色渐斜阳。暗夜寒静事到日长，眉目透，是双风霜奈何藏。仙阵映上此去尽苍茫，气运浩伤。风上为愿去踏破山河这跌浪，一心并肩赴跌宕，看永远的尽头，下世人天光，莫怪要添了轻狂。风上为愿来险难万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朋友们，我当时可能就觉得我网坏了，今天就不播了。也有可能，当然也威胁不到你们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主意是挺好的，但是你想想，这么多人呢，你估计是你们想集体控制一下，也控制不太了。一起失去对不忘，这依然决断，过日月万象。以后我以为要熬100天才能看见呢，我也不至于啊。我这次已经很久没播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阵儿确实有点那个事儿比较多，而且我得调整一下状态，因为后面的戏压力很大，所以呢，我得调整一下状态再进组，要不能那个啥，不能连拍。我确实就是那个什么，会觉得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你会疲，所以我得赶紧调整一下状态，因为后面那个组比较的，我相信会比较辛苦吧，我也不辛苦的无所谓，就是会比较难拍那个戏，所以导致我要调整一下状态。挥手还无恙。卡了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你们如果有人说现在在卡，你就退出一下直播间，然后再进来，你就退出一下直播间，然后再进来一下，就不会卡了啊，是这样的。再退出来一定得回来啊，别到时候退出来直接就回去睡觉了，上床昏倒了啊。有朋友说会比一念辛苦吗？我想这话怎么回答啊？你作为一个演员，
哭点累点怎么了？啊，你有什么抱怨的？你不应该累吗？你受着这么多光环，累点咋了？你有什么资格喊累？还辛苦，谁不比你辛苦？啊，现在此时此刻还在路上送外卖的那些外卖员，谁不辛苦？他们也辛苦，他们有的时候干到半夜几点。你已经够幸运的了，你有什么资格喊辛苦？几分鸡鸣突如常，不辛苦，朋友们，下部戏也不会辛苦的，而且，四场未安常，烽火映霜天，血色间斜阳。有朋友说：“宁哥，你说的是黑粉语录吧？”不是，是这样的，比如像有朋友问，有人问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采访啊，就是采访你说，哎，那个刘宇宁啊，当你看到这个网上有人对你否定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因为总有一些采访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采访说，哎，你如果你演的角色不被人认可的时候，你看到大家好像说你不太好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你们经常会看到这种问题吗？是这样的啊。我先给你们回答一个最标准的答案啊！什么叫标准答案？就是作为一个艺人的回答的标准答案。啊，作为一个艺人很标准的答案。啊，我确实看到了。其实，当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这个大家对我好像不认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都是对的。首先，第一点一定要肯定观众啊，这是第一点。大家对我的否定都是对的，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专业演员，我觉得大家对我的提出的意见、宝贵意见，我都会吸取，然后呢，都会怎么说呢？我会反复看他们对我的一些提的好的建议，我都会有所保留。回头呢，也是我继续要努力的方向。第一是肯定对方，第二呢是要认可对方，第三呢是要畅想未来。所以呢，接下来如果我在饰演任何剧的角色的时候，我相信我会比上一个角色更加的认真，或者是我确实是我也看到了自己身上很多的不足，这是第四，自我否定啊。我当然也看到身上很多自己身上的不足，因为确实我觉得我还有很大很大努力的空间。但是这一次能跟这么多优秀的老师一块合作，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第五，得感谢跟你合作的人。称赞跟你合作的人啊，所以呢，就是跟他们合作，像这些老师身上，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多优秀的品质，让我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呢，我也会怎么说呢，就是把他们身上非常优秀的这些东西吸收过来。我不确定我能够去完全学到人家的1/1000，但是我会努力，我会好好的塑造好每一个未来将要饰演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对我有所监督。然后呢，就是对我希望有一天大家看到我成长的那一天。谢谢各位。暗夜安静时到日长，眉目透是春风霜，奈何藏？千针映成此去情苍茫，几云浩沙。风上未远去，踏破山河之变浪，一心并肩不跌宕。就是我就是正常标准答案是这么回的，这非常标准的答案，而且就是基本上会让人挑不出毛病的一种答案。你说我会不会呢？我一定会呀，我一定会。我可以再说的丰富一些，我再给你造3个角度进来，我跟你说的非常的，这显得这个人非常的谦虚，非常的这个认真，非常的这个好学，也非常的自我知道要该努力。但我以前基本不会这么回答，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常规答案。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样，比如说我遇到什么采访，
我在想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一定要给到这个采访我的记者，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我一定要说一个他想不到的角度，想不到的一个方向。我以前的采访基本都是给自己卯着劲儿呢，我自己脑袋里想，比如说他问我这个问题，我想一下，我一瞬间一过脑子，我想我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我不能让他认为我是一个常规的艺人，否则他记不住我刘宇宁。我要3个问题让他记住我。让他觉得，哎，刘宇宁好像和别的艺人不一样。我当时我卯的这个劲儿。啊，我就是卯的这个劲儿呢。我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啊，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所以我就是真实的答案呢。非标准答案来一个。非标准答案，你们就参考我以前问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的回答，就是非标准答案。嗯。你不是笑死你，一天到晚都在干嘛？动脑子嘛，对不对啊？嗯。而且你得学习，你得从别人身上，一些优秀的艺人身上，真的是得学习人家的话术和人家说话的方式。倒也不是说模仿人家，但是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那个规矩的。嗯。有朋友说：“宁哥，下次你这么回答。”有人说非标准答案，你说关你屁事。也不至于啊，那其实这开玩笑可以，但是如果认真的说关你屁事，说那个刘宇宁，比如说你看到网上一些恶评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跟记者说关你屁事。我就在这行业也别让人混了。当然，这种回答也会让这个记者记住你，也会让这个节目记住你的啊！你是第一个就是这么没礼貌的艺人。比如说，这个记者说：“那个刘宇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角色，让我们就是都能够记住你。”我直接转身就走，我说我不录了。他一定会记住我，但是不能这么干啊！待到蓦然回首还无恙。我喝的是无糖的，朋友们啊，我喝的是无糖的，没事儿。有朋友刘宇宁摘帽子不好看，关你屁事！哎，立刻用上了，看吧，立刻关你屁事！看着就得了呗。没洗头，没洗头，说了那么多遍了，没洗头。有会儿我猜到了，你猜到我会这么回是吗？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有会儿怼粉丝你们就很厉害。我直播的时候怼粉丝，大家都知道是开玩笑的，因为
可能因为我比较放松嘛，而且你们也一定知道我不是恶意的怼嘛。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开心就。有朋友说宁哥，你玩那个极速光轮，你害怕不？一点都不怕，啊，一点都不怕，因为我还正常，因为很多人玩那种快速的东西需要闭眼睛嘛，我还告诉自己千万不能闭眼睛，一定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呢，我得感受每一个弯道，每一个就感觉到速度感的地方，我就会这样。结果发现就是吹着吹着眼睛受不了，惶惶的淌眼泪啊！啊，惶惶淌眼泪，因为你要睁着眼睛嘛，那个速度够快，还有风吹着你眼睛往下流眼泪，然后呢，在过程当中我还得睁着眼睛，一边擦眼泪一边睁眼睛呢，啊，就怕这个，因为难得玩一趟，就怕自己亏了，就怕有那么一个细节的速度让自己没有感受到，所以我就哐哐就睁眼睛，睁得开眼吗？强行睁啊，一边抹眼泪一边可能还在那玩了，啊。我无法拒绝你，我们靠得紧密。如果我是苹果，你就是地心引力。还能地里加点冰淇淋，随时随地我们的爱不用配硬币。我的愿望就是占有你的一生，我想我们的爱不会针对突破敌人。你是我眼里最迷人的晚上，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有朋友说还好眼睛小。这意思，这个幸亏眼睛小，然后那个接受风的那个面积比较少，是吧？如果正常的话，流的眼泪会更多啊。OK， OK， 哎，哪去了？不要放我那一刻，我的心情就已经开始。我们等会儿，我去趟卫生间啊！我去趟卫生间，你们等我一会儿。气死我了！刚有朋友问我唱不唱龙吟，我不唱了，我放一个吧，我给你们放一个，然后你就看一眼得了。看一眼那个 VCR， 我去趟卫生间去。之前，先问为何初见？招式为何而修炼？心问心之所愿。浩然天地之间，你我皆是凡尘，一草间。浮名几转眼，又何须留恋云之巅？去江湖间，不求仙成仙，不求不败卷，愿与风周旋，如草龙上仙，身披涅槃之上九天，浴火燃不尽，烧不灭，只为山出现，不觉一心一身又一卷，身在何处何处见，也随失恋，万劫无间，心中一念。一步
向天下变真切。别人要出鞘之前，先问为何出现。招式为何而修炼？先问心之所愿。茫茫天地之间，记入你谁心中千里线。锋芒不闭眼，万难也相牵，去翻越。入我龙门中，开我三尺风，万剑如游龙，看剑惊雷动，胸中有苍穹，血剑借狂风，扫荡血魔，守护苍生。我燃不尽，烧不灭，只为真出现，不觉一心地先有一绝。身在何处，何处皆已最炽烈，万劫无间，心中一念。怒吼一不分心，不觉会不会一见，不为一生一死有一劫。我如众生，众生亦如我等闲，去向天下变真切。夜满隔断，心已隔乱。刚才去厕所哭了一包。刚才有人说我眼睛小，我当时就特别难过，当时没绷住。我其实不是去上卫生间了，我去哭了一下，我去偷偷哭泣一下，然后现在就是调整好状态，再回来一个笑容面对大家。刚才就绷不住了，啊，刚才直接一下就是绷不住了，直接就是被这种言语击垮了，直接就是有朋友说哭完眼睛更小了。今天的是来不用牵着你的手，当你把我放在心里第几位？对着看和我右手，不要各种 logo 带着孤单去持有在这蓝色的星球，守护你的优雅在若干年后。刚直接破防了，我刚刚就属于就是被网暴了，纯被网暴了，太损了。白头发的帅哥，我也要你跳支舞吧，孤单不会消失。You can lonely dance, come on. Oh baby, ooh ooh ooh, lonely dance. Oh baby, ooh ooh ooh, lonely dance. 因为你是我的 only one。却又相同，同思念的不同时间，在街角我们相拥，你总贴在我的耳边，我们有时沮丧，有时有朋友说背景是真的吗？是，背景是真的。还有啥呢？就是因为我最近不是总参加一些出门的一些小活动嘛，然后呢总能碰到咱家一些就是好像是一些新粉丝啊，因为新粉丝确实没有就是咱没有好好聊过，说句实话，我确实没有跟新粉丝好好聊过，有很多新粉可能连我直播都没看几场呢。咱们就是还是有一个就小小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小的规则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参加什么综艺也好啊，参加什么活动也好啊，会住酒店嘛，然后呢很多朋友会在酒店楼下堵我啊，在酒店楼下堵我，好像要暗算我，想给我来一个偷袭啊！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呢就是 OK 啊，可以，这是你的自由啊，因为酒店都没管你，我没有资格管你。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那个手机啊，你尽量就是别往我嘴里塞，好不好？因为每次我感觉有些朋友拍我的时候，感觉就要把那个手机塞我嘴里，要给我做个喉镜。
尽量就是不要。然后呢，有一些就是那种可能是有的时候走的歪七扭八的，又要往我耳朵上怼，要给我踩个耳。我就感觉你要录我的这个有没有耳屎啥的，手机就怼到这儿这样拍。啊！我当时一上车我就有点忐忑，我说刚才我洗脸的时候有没有把耳朵洗一下，就别到时候给我拍出耳屎了。姐姐刘以宁人这么脏啊！还有啥呢？还有因为咱家很多女孩呢，可能身高，因为我个儿比较高嘛，啊，跟我身高相差比较大，所以她拍我的时候这样拍，直接就是这个角度，超级死亡的角度啊！她就是拿着手机这样拍。要看看我有没有鼻屎，估计是那种感觉。所以呢，接下来想跟大家说一下，就以后咱拍的时候啊，就尽量就是稍微保持一点距离，好不好？稍微保持一点距离啊，然后呢，稍微就是控制一下情绪，不要就是怼那么近，怼太近了有点。你都给我怼的有点不自信了，本来网上就那么多丑图。网上丑图已经够多了，你还给我制造，控制一下好不好？以后还有咱家朋友们是这样的，我知道我在你们咱家粉丝心里可能是有一些朋友，因为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王八看绿豆看对眼了，觉得你宁哥还挺帅气挺好看的啊，但是不怪你，这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你有时候你往外往外发的那种视频，你自己调一调角度行不行？我有的时候看到你们发的那些视频，然后我都觉得这是我黑粉吧。美颜不给挂一个，这个死亡角度你往上给我传，还在夸，我都觉得你是那种反串。这视频你也往上传。你不给人提供这个素材吗？我不像人家是什么呢？是这个360度无死角，我是365度，360度全是死角，我全死角，啊，死的。所以尽量还是挑一些没那么死的角度给我往上发一发，整一整，弄一弄，啊，好不好？咱以后别就是太就是那种。在天空布满乌云的时候 ，so dance； 在日子缺少浪漫的时候 ，so dance； 想哭却还在笑着的时候 ，just dance； 在没有遇到爱的时候。有朋友，你既然说我是王八脱粉，形容嘛。形容王八看绿豆，你选王八或者是绿豆都可以，但是无所谓。我是一个形容，这是一个歇后语，它不是真正形容你是个王八。但是哪怕就是怎么说呢，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称赞你，就是人比较长寿，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嗯。有朋友说新粉福利有吗？新粉福利，新粉福利有吗？我想想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啊？眼睛滴溜溜一转，你新粉你还好意思要福利啊？啊，你要什么福利？你为什么到今天才粉上我？早干什么去了？你早干什么去了？有意思，我还没挑你的理呢，你挑我理还要福利。
有人说，因为你之前没演男主啊。你怎么那么势利眼儿？你怎么那么势利眼儿？我以前没演男主，你就没有关注到我是吗？不能这样啊！一部戏的成功与否，不仅是男女主的功劳，还有配角的功劳，哪怕群演也有功劳，哪怕摄影师的功劳也很大很大很大。啊，摄影、灯光、服化道。哪怕场务，哪怕美术，这些所有的幕后工作者，这些所有人的努力才拼凑成了你看到的东西。不要就是这个，是不是？他不怪我没演男主。有朋友说，那新粉没有福利，那你老粉有福利呢？老粉咱都这么熟了，有什么可要福利？要啥福利呀？啊？你不懂，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就是今天为什么我在直播，朋友们？今天我为什么就是当时在直播，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其实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所以此时此刻有我陪着你们，你们也在陪着我，这一切才是最珍贵的，才是我们彼此最大的福利。但有一束光安抚着我，是我最终的信仰。人活在白天，却禁锢在黑夜，任它猖狂，任它有朋友说，你现在连一桶豆油都不舍得敷衍，你也知道那是敷衍。没事，我说真的，我刚说了，有一天我会给你们结账的，我都说了，只要在我超话签到满多少天，就会送豆油或者大米。啊，咱都会就是签到满多少天，咱们都会有一个档。啊，要有豆油、大米。还有呢什么呢？就是那种家里就是洗衣液、洗发水，像日常日化用品，咱们这块都会有啊。只要你在我刘宇宁摩登兄弟这个超话多签到就没问题啊。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你叫我勇敢。有朋友说对，还有卫生纸，比如像卫生纸啊、洗衣液呀、啊这种的，护手霜啊这种的都会有的啊，肥皂啊、鸡蛋呐、这种的都会说到多少签到多少天，咱就可以获得。借我温柔的肩膀，那些曾击垮我的愿望，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黑夜的一束光，我也触到了光芒。一定是活得太过认真，才换来满身。我的马桶塞儿，那倒也不必了吧，这个倒也不必了啊。马桶塞还行。然后宁哥，我去演你替身可以吗？演我替身？你先告诉我你多高？替身得身高得像一点啊，因为他打光的时候，他得替你站在那个位置哈，光替啥的，他得替你站那个位置上。你身高啊，比如说机位架这么高，他就拍着你这个身高嘛。比如说你是1.7米，我1.89米，就是机位就得架错嘛，
所以他得身高差不多。啊，长2米就是超过了，你就88、89、90都可以。否则当不了我的替身啊，因为它主要是灯光架在哪个位置啊，然后那个机位架哪个位置啊，它有高度的嘛，啊。你不都是岔开脚拍，分戏也分场次，但大部分不会岔开脚拍啊，因为岔开脚拍会影响你的专注度。有朋友说那个啥，那个我可以踩高跷站一天，想多了啊！我那个因为做光替会很辛苦的，做光替演员会很辛苦的。光替它是干嘛用的呢？它是这个工作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剧组里它的作用是，比如像有一些演员基本上就是主演啊，不是说光男一女一啊，男二女二，男三女三也都会有光替。因为他就是比如说，因为他一整天的戏，他需要比如说我拍完这场了，我需要调整一下状态，或者我去趟卫生间，然后我可以到旁边坐一会儿，摸一下戏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要转场架机位嘛，打灯光，就需要有人站在你要表演的位置上，给你这个因为比如说这是个房间，你人没站在这儿，摄影师不知道拍哪儿，而且取景啊，包括构图啊，他没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然后呢，他就会有人站在那儿代替你的位置，替你做光替。然后呢，就是他会，就是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这个提前去替你站在那儿啊，把光打好了，然后这边光机位架好了，然后过来，然后现在走戏，是这么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工作内容是这个。但是很多光替我确实有问过他们啊，就是你们做光替是为什么？其实有一些我的光替，我跟他们聊天嘛。他们是有的人就是说我是学生，我到了假期我过来体验生活，我觉得混剧组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剧组的生活。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我完事还得回去上学呢，然后他就过来打一个假期的工，4个月嘛，或者是再回去上学，他属于干这种的。有一些光替呢，就是他就专门做光替的，然后他在剧组里就是混剧组，这个剧组当完光替，那个剧组去待着。当然光替也是有工资的嘛，他也算赚钱，也算一份工作。但有些光替呢，确实我觉得是很棒的。很棒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啊，会把主角的戏，比如说他们也会有通告嘛，他们前一天会把主角，比如说他给女一、男一或者女二、男二这样的人去替戏，他作为他的光替。但是呢，他会什么呢？他会提前把词都背下来，会把词比如说把男主的词背下来，然后在那个站在那儿走光替的时候。他就和另一个光替俩人就对戏，俩人就演上了，也就是对词儿嘛。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如果这样的人我见的很少啊，但是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是有一个也想当演员的一个梦想，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练习，而且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见过这样的光替的，就很上进，我也觉得就很棒这样的人是很棒的。所以他也会把这个比如说这两个演员男主女主的词背下来，他俩就在对词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在演啊，然后他们也在找感觉嘛，然后他回头再看别人怎么演，然后他再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学习非常快的一个过程，因为他替了一部戏，他替了一部戏的男主或者女主或者男二女二或者这种主演，他就等于演了一部戏。其实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很上进啊。有朋友说这是创造机会给自己了，对啊，
他不是说创造机会给自己，其实这个机会呢，朋友们，你们会觉得机会很渺茫，但是其实机会就在你身边，看你怎么做。我觉得就是看机会，其实都在你的身边。比如像打个比方，他是光替的话，打个比方，他是光替，然后呢，你比如说你的梦想是当演员或者怎么样也好，你在这个剧组你表现得很认真，搞不好这个导演就会给你一个角色。就会给你一个角色让你去演，哪怕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非常不重要的角色给到你，那也是一个机会，那也是一个机会。比如说，那你本来是打了一份工，你在那做光替，但是你能演一个角色啊，也很好玩，对吧？它其实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我拍《一念关山》的时候，有一场戏是那个有一个卫兵假扮宁远舟嘛，然后宁远舟其实是去佯攻永安塔了嘛，然后呢，他这个当时演假扮宁远舟的那个人就是我的光替，啊，就是他演的。他在贴上面具之后，贴上面具之后就是我演嘛。但是我那个面具没贴面具之前呢，就是我的光替在演，所以他也是拥有了一个角色吧。对，所以就是这样的啊。然后有的时候导演会觉得这个说这个光替挺好的，那个长得也好看，然后人也好。那找个角色给他演一下也 OK 呀，都是。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的努力或者你的认真被别人所看到的机会，就是会给到你，啊。黑夜的一束光，照亮泪如雨下的眼眶，向我的心安放，赐我温柔的肩膀。有人说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没什么胡说八道，这说的都是真的啊，都是真事儿。因为之前我那个什么，我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不想跟你们讲这些道理啊，就我觉得就好像有一种说教的那个味道，但不是，其实是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看到的东西，因为我要观察剧组的人也好，或者观察身边的人也好，我得观察嘛。看他们的时候，我就会去有一些思考。就比如说混得好的人为什么混得好？他是很有眼力见儿的。我认识一个。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我认识一个厨师朋友，就是这个厨师是谁，我就也不详细说了。我厨师朋友也就那几个，啊，作为厨师的朋友就那几个。他就是今天事到如今，他混得非常好，而且非常专业。他作为一个厨师，然后呢，他当年是怎么样就是脱颖而出且运气非常好的呢？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在学徒的时候，他第一次就是学徒的时候运气非常好，被一个什么呢？被一个比如说这个厨房的老大看中了，说你在我身边吧，啊，当小弟，在一个老大就是厨房的老大旁边当小弟，说你天天就跟着我吧。那个时候他还没毕业呢，啊，他就是说打工，我这个假期打工，我说上个地方我跟上厨房去混一混啊，然后看到这个大哥之后，他就特别想跟上这个大哥，但是呢，很多环境里这个活未必会属于你，而且你是个临时叫过来的人，于是乎呢，他就什么呢？他就跟着这个大哥，他做什么呢？他每天，比如说这个大哥喜欢什么，大哥每天就要喝茶。当然，这个大哥不就是所谓的大哥啊，就是这个场所里的大哥。他这个大哥呢喜欢喝茶，他每天呢提前就到厨房把这个茶泡上，然后拿扇子扇到30度左右。盖上，放在那儿，啊，拧好放在那儿，然后呢，他知道这个大哥喜欢看什么呢？喜欢看这个杂志，这个杂志里那边那个大哥喜欢这个跑马，喜欢赌马。那个时候香港那边嘛，喜欢赌马，他就把那个马报翻到那个赌马的那一页，就是跑马，就比如说每天都有那个马的信息嘛，这个就是翻好放在那儿，他一拿下来就可以看嘛。对吧？他不用起来翻再看啊，就是他会做这种细节的事儿，因为他就是给人想跟着这个人，他要做小弟，然后呢，结果呢就是他就这么一直就给他们安排的面面俱到，所有的一切安排的面面俱到。过了一会儿呢，就不过了一会儿啊，过了1个月之后呢，他就要回学校了嘛，他就走了，然后结果这个老大不就换了个小弟嘛，结果发现离不开他了。因为其他人干活的时候，比如说他也泡茶，说每天早给我泡茶，泡完之后一打开一喝，烫的都不行了。
然后感觉所有东西都没有安排好，然后呢，这个时候说不行，把那个小弟给我找回来，啊，结果这个人就把他找回来了。自始至终，这个小弟就一直跟这个大哥混，越混越厉害，一步就越混越好，一直带着他，一直带着他，他学了好多东西，以至于今天非常成功。啊，所以成功呢是怎么说呢？不能说留给有准备的人吧，是你想要成功，你一定要付出，你要思考，你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儿，不是说这个等的机会来降临到你身上，很多机会是要自己争取的，啊，细节。我只是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身边的人发生的故事，啊，就是这没有别的意思啊。有朋友说，宁哥，这不是属于狗腿子吗？说什么屁话？其实不是这样说的，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就是你能做到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啊。我相信这个人，你可能觉得这样的人好像是，哎，他好像是很卑微啊，但是他事到如今混的一定比你好。所有混得好的人，他绝对都会有一点故事，你是不为人知的啊。你学本事，对，有朋友说的很对，说学本事就得付出，就得懂这些东西，就得会来事儿啊。有朋友说，宁哥，那我做光替的话，只有身材要求吗？也不仅是身材，是。你得起码就是看起来和这个人有点像，起码肤色得相似，因为什么呢？它是打光嘛，你肤色得接近。如果你肤色不相似的话，你就给你每天早上你要化个妆，然后给你把那个头套也正常粘，头套啊、装什么衣服啊穿的一样的，站在那儿，就是会替你去做个光替嘛，还得和主角有点像啊，尽量像，有朋友说那我不行了，我是黑蛋。黑蛋是什么词？我没听过啊。黑蛋就是你形容你是很黑，然后是个像鸡蛋一样，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黑蛋是什么意思？不懂。黑蛋可还行。有朋友说那就是松花蛋的意思，就是黑蛋哦，茶叶蛋哦，好了。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黑夜一路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有朋友说光替是不是剧组的人开工资啊？是啊，是剧组的人给开工资吗？就是他属于剧组工作人员啊，他一定都一样。我们演员也是剧组开工资的。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只愿朝着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只愿朝着光，以梦之名绽放。有朋友说有嘴替吗？什么叫嘴替？就是接吻的时候别人替你去亲，吻替是吧？就是等于还是说什么
嘴替是什么意思？嘴替不是嘴替是替你说话还是怎么？没有替你说话的，因为戏得自己演嘛。吻替，我不知道啊，就是我目前是没遇到过吻替，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情节，我需要和人去整一口，结果这面女主说那个不好意思我不整，你来整他。哦，目前没有听过啊。啊，有朋友说宁哥我来替女一啊。啊，但是之前我听说过有的戏是用了吻替的啊，有的戏是有的啊，我听说过啊，但是我不太清楚他怎么操作的。但是当时他们给我看那段戏的时候，这是吻替，我说哦，挺好啊，厉害。应该不至于没有啊，因为我相信现在也不会有了。因为以前那个，我现在说句实话，这个娱乐环境比较的凶狠，演员可不敢啊，演员谁敢？以前我跟你说有好多就是很多，因为我都是听说的，因为我接触了好多演员朋友，听说好多故事，但现在都不敢，现在年轻演员谁敢？你年轻演员有这么一个东西，你不就一黑到死啊？不敢，现在都不敢。像那天我跟人那个，就是拍戏的时候，然后有别的演员嘛，然后当时有一段词儿就特别特别长，而且是莫名其妙的那种念诗，然后就是那种诗嘛，就是而且都是莫名其妙的诗，因为就是很长，也不是说我们以前的那种唐诗300首，然后就是很难背，而且在那场戏非常着急，又不能给你。就是压力就会很大嘛，然后呢，他就说这个词儿，说到一半的时候，就是他就卡住了，因为太长了，而且太奇怪了，就是那种的。然后呢，后来那个什么，我们在走戏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我一会儿反正他给我搭戏嘛，就是正常搭戏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一会儿我给你搭戏的时候，我就不照那个背了，我要忘了的话，他就开玩笑跟我说的，他说我就说1 2 3 4 5 A B C D E， 我说可不敢呐。他当然也是跟我开玩笑，我也是跟他开玩笑，我说可不行啊，因为你要知道一个问题，此时此刻我们在拍戏，不仅有剧组的人，还有代拍，4周都是代拍，你哪怕是开玩笑的，你被人拍起来传到网上，你容易断送你的演艺事业，可不敢开玩笑啊！哪怕你明明知道我们是拿这个梗来开玩笑，就这个梗是来开玩笑的，啊，就是那种的，就是其实我们是在调侃，但是我们不在我们身边的人不知道我们在调侃，被代拍出去放出去，卖个高价钱，直接给你一黑到死，你往死解释也解释不了，啊。所以总说什么，现在说什么，以前说什么数字演员，我跟你讲不敢，现在这剧组谁敢？我是没遇到过啊，但是我也遇到过有离谱的，但是现在不能讲。以后有机会，等我60岁的时候跟你们讲，见过超级离谱的，最耀眼的太阳，我只愿朝着光。我曾飘落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黑夜如跌撞。因为我现在作为一个新人演员，我没有资格去评价人的对与错，而且我去说别人也不太好，所以等我以后60岁的时候，我就来一招倚老卖老，讲究一个倚老卖老，然后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我们都保持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好不好？等我60岁的时候开场直播啊，开场直播给你们讲一些就是我这些年混这个行业听到的一些故事。
和我经历的故事，离谱的故事。无数风浪倒映有你微笑的模样。有我60岁你还记得吗？我都会怎么说呢？我离谱的故事我都会写下来、记下来，放到一个小盒子里，哪怕我记不下来，等我到时候就是打开一看里边的故事，大概就知道了。啊，好不好？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都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灭的信仰。我只愿朝着光，狂奔在旅途上。我说你会写日记？不会，不会写日记。老婆说你声音咋变了？我声音变了吗？那你们觉得我声音变了吗？我没有变吧，我声音就是这样啊。为什么会有人说我声音变了？我进入了，就是我刚成年进入变声期了。啊，没变吧？不会吧？我好像一直都是这个声音，从来没有变过。可能你是之前对我不是很了解，你可能认为我只会说东北话。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只愿朝着光。有朋友说你的声音变得有磁性了，倒也不至于了。磁性的话，其实就想说找到一个共鸣点，好像就会有一些磁性，让自己的声音有一些亮音儿。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生命中最耀眼。变温柔了，温柔的话得加一点气声才会温柔。你看现在够温柔吗？有人说今天是我生日，让我祝他生日快乐。好啊，生日快乐。太阳，我只愿朝着光。有人跟我说，再如此温柔下去，今天晚上做的梦里都是我。倒也不必如此。哎，我觉得其实今天晚上接下来的直播风格就是这种假惺惺的风格，跟你聊一晚上，好不好？接下来的风格就是全部用这种假惺惺的这种说话方式跟你们聊，好吗？老大，扎针溪是针扎吗？那自然不是针扎，因为确实有点疼，犯不太上。我只愿朝着光，带你一起飞翔，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有人说托你的福，今天孩子作业少，终于可以看你直播了。托我什么福啊？你孩子作业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把他老师绑架了。什么叫托我的福？真是奇怪。我只愿朝着光，就算未来跌倒，我都会坚定。老大涨了5000粉丝，那说明这5000人还是对我有一些小小的兴趣，哪怕他不喜欢我，但也不至于讨厌我吧。那也谢谢所有已经关注我的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关注我，
麻烦各位关注一下，以后我直播的时候就不会错过了。谢谢各位，是我的荣幸。生活